因债不还，婚姻难成。夫妻是什么缘而结成的？夫妻是互相欠债吗？夫妻是业障吗？夫妻缘要何时能了呢？俗话说，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年修得共枕眠。这意思是，能搭同一班车船的人，他们都是有缘人，而能结成夫妻，则是更深更深的缘。换言之，夫妻的关系是各种缘分中最深的一种，只是这些缘当中有善有恶。夫妻缘大略来自以下3种缘：一、此方有恩于对方的因缘。若有人在相逢的过程中，某方有恩于对方，而使对方大受感动，而受恩者想要报恩偿还，若是如此，当来生他们刚好是男与女时，就会因为过去这个善因而结成夫妻。譬如有次你溺水了，但却没有人愿意拯救你，而只有一人奋不顾身地救你，不管有没有救活，你还是很感恩他。为了偿还这个救命之恩，未来世的你愿以牛马角色偿还这个恩惠。类似这种情形，都是报恩所成的夫妻缘。在各种夫妻缘中，就是这种夫妻缘最能幸福美满，因为有一方的深层意识中就是无怨无悔的奉献，因此双方都能幸福快乐。但是这种夫妻不保证不吵架或不离婚，若是个性不合的话，还是会有相处的摩擦问题。而此方欠债于对方的因缘，有方要来讨债，以及另一方是来讨债的，到底是讨什么债呢？此债有2种，一是金钱债，二是感情债，当然也有此2者之外的债。以下举例说明这2种夫妻债的成因。譬如过去世的你是男性，你为了性满足而欺骗女方感情，让她爱上你了，而你性欲望得逞后，就索然开溜离去，而女方被你感情欺骗，心里当然会有不甘。若是如此的话，未来世的你还会遇上这个女人，当她遇到你时，她就会紧紧抓住你，再也不让你跑掉。像这样就是感情债所结成的夫妻。又譬如在男女交往时，各种场合的开销总是男方出钱，若有女人贪图这个享受，其实没有诚心交往，当从男方那里享受了许多的物质之后，就索然离去。在这种情形下，男方当然会很不甘心。若是如此的话，未来世的你还会遇到这个男性，而这一世的你刚好也有钱，但是你的许多钱都会被他花光，或最后都归属男方所有。这就是金钱债所结成的夫妻。虽然是恶缘而结成夫妻，但是只要今世的相处能以忍劳任怨、互不计较来相处，还是有机会处得很好。3、互相亏欠的因缘。这种互欠的缘，欠来欠去仍以金钱与感情为多。换言之，若有男女交往时，
男女双方同时犯了以上的金钱债与感情债时，那今世相逢结成夫妻，正好可以互相偿还。这也可以说，结成夫妻就是为了打平因果，果报总是不断地给人关系，以打平所有的不平。因此，当你们结为夫妻时，应该珍惜相处，该还该了的就去做，而不要抱怨对方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以免还不完，或是亏欠更深。在各种夫妻缘中，由于双方对于对方都是所求的意念，因此常有计较与纷争。但是双方只要转个念头，本着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对待对方，这个亏欠就更快结束了。能够成为夫妻的人，往往是因为彼此之间存在某种冤欠关系，同时也具备福报业力相当的条件。这种关系不可能完全由善缘构成，也不可能全是恶缘，通常是善恶交织而成的缘分。用财物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加清晰。我们的灵魂，也就是阿赖耶识中，仿佛有一本总账。这本账分为2个主要科目，一是我们欠他人的债务，二是他人欠我们的债务。这些债务又可以细分为阴债和阳债。那些未曾投胎的债主，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要经者，他们会在适当的时间出现，向我们讨要债务，而投胎为人的债主，便是我们今生的恶缘，随着偿还时间的到来，也会与我们纠缠不休。反之，如果是他人欠我们的债务，情况类似。如果债务人还在阴间，他们可能化作善灵来帮助我们，而如果对方已经投胎为人，那么他们通常会成为我们的善缘，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助力，带来温暖和支持。更进一步看，夫妻关系中也有一本宿世账本，这本账本记录着夫妻双方累世的关系，比如谁欠谁多少，谁曾还清过，谁又讨债过度反而道歉，这样的因果循环，使得彼此纠缠生生世世。只要一方对另一方尚有未清的冤欠，再加上双方能够在人世间再次相遇，就可能延续这些缘分。不过，偿还债务并不局限于夫妻关系，也可能是父女、兄妹，甚至是同事或朋友。而成为夫妻的前提是，双方的共业或福报达到相当的程度，不论是共同的善业还是恶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阴间，债务的收与支是分开计算的，无法相互抵消。也就是说，你欠对方的债是一笔账，对方欠你的债则是另一笔账，这2笔账都可能包含善债和恶债。而当善债偿还时，关系就以善缘的形式体现；当恶债偿还时，恶缘便显现出来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前世的感情中曾累计伤害过丈夫10次，而他则伤害过你8次，那么在今生或未来世里，这笔债务将会反过来体现。也就是说，你将在今生或来生
总计被他伤害10次，而你会伤害他8次。如果用时间来衡量，假设你对他不好的时间累计为6年，他对你不好的时间累计为4年，那么在这一世，你们2个人相互折磨的时间是4年，而剩下的2年则是他单方面对你的伤害。这就是所谓的恶债。同样的逻辑可以应用于善债。如果你对他好的时间累计为16年，而他对你好的时间累计为20年，那么在这一世，你们前16年的感情关系中会充满善缘与恩爱。这段时间你们彼此还对方的善债，感情十分融洽。然而当16年的善缘期结束后，你老公对你的债务已还清，他对你的感情也会逐渐淡化。然而你欠他的债尚未还清，因此你会陷入深深的执念，难以放下，甚至爱得无法自拔。当这4年你单方面付出和痛苦的时期过去之后，接下来的6年就进入了你们的恶缘期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可能前4年是你们相互折磨，而后2年是他单方面伤害你，或者前2年他伤害你，后4年互相折磨。不管具体如何分布，这6年都是彼此偿还恶债的时期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，甚至可能出现相互报复的情况，直到缘分彻底了结。这样一来，前后总计26年的夫妻缘分就此完成。当然，一般善缘与恶缘不是绝对的，一般都会穿插其中，只不过某段时间以善为主，某段时间以恶为主。如果在这26年中，有一方突然有了很大的福报，或有一方造了大恶，福业有差距了，双方就会分开。但是因为本来注定的缘分，善缘与恶缘总和，要26年才能了结，所以离婚后还是会有牵连，了善了恶。如果今世因为什么原因没办法了缘清债了，那么就留到来世继续纠缠。正所谓无债不来，无缘不聚。从因果角度来说，夫妻之间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，若无相欠，怎会相见？也许上辈子谁欠着谁，所以才这辈子才能结为夫妻，才能在一起生活，偿还从前的债或恩情。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位家庭主妇非常善良，可是她嫁给了一个很恶劣的丈夫。她的丈夫喜欢喝酒，每次喝酒回来总是打她，而她却从没有责怪丈夫，只是感到自己命苦。后来她实在忍受不了，就想要轻生。也许是她的善良，在途中遇到了一位修行人，修行人喊住他，他便将自己遇到的问题如实地告诉了修行人。修行人对他说，你这次回去，你丈夫打你是最后一次，之后就不会再打你了。他听后非常的吃惊，怎么可能呢？可是他又想，都打得那么久了，也不差这一次，不如回去看看。于是她又返回家里，和往常一样，她的丈夫喝完酒还是打她，可
可是打着打着，丈夫的手突然停在半空，打不下去了。后来正如修行人所说，丈夫不再打她，夫妻两人过得也越来越和睦。但妻子依然奇怪，丈夫怎么突然就变了。后来跑去问修行人，修行人告诉她，她的丈夫前世是她家的一匹马，因为她前世用鞭子抽了她1000下，她这辈子做她的丈夫也来要这1000下的债，而打完1000下，两人也就谁也不欠谁了。当然，对于世间人来说，或许是一个神奇的故事，但是男女间的姻缘，夫妻之间的缘分都是有非常深的缘分。此生能遇到贤夫惠妻，是因为过去与他们结下的善缘，而今生遇上恶夫劣妻，是因为过去欠的他们。种什么样的因，得什么样的果，这就是你的缘。你该遇见什么样的缘，或许冥冥中早有定数。由以上分析得出，夫妻双方如果不想分开，得往3个方向努力。一定要控制好双方的福业差距，即使双方仍在善缘阶段，仍要未雨绸缪，通过念经做功德，不能让一方比另一方福报过大，或者造业太深。把夫妻间的恶债给了结，了结了恶债，就只剩下善债，那么也就是留下来了善缘。如果夫妻间善恶缘分都没了，反过来另一方与外遇有冤结，那么帮另一方化解与外遇的冤结，然后就用大量功德求神灵赐给你们善缘，让你们延续婚姻。无论是报恩还是抱怨，都是夫妻因果中的2大主要类型。如果详细分析，报恩和抱怨又都分为单方来报恩或双方来报恩，单方来抱怨或双方来抱怨。单方来报恩的夫妻通常表现为一方无怨无悔的付出，心甘情愿承受家庭中绝大部分的工作和压力。双方来报恩的夫妻通常表现为两人互相扶持，特别恩爱。曾经就遇到过一对夫妻，他们结婚几10年，从来没有吵过架，拌过嘴，一直恩爱有加。这种夫妻在民间通常被称为天赐良缘、神仙眷侣或者珠联璧合。他们的爱情为大多数世人所羡慕、推崇。同样的，抱怨的夫妻也分为单方来抱怨或双方来抱怨。单方来抱怨的夫妻在生活中比较常见，比如单方面出轨、家暴、使用冷暴力等等。双方来抱怨的夫妻通常是两人在过去世都有仇怨，今生以夫妻、伴侣的方式组合在一起。这种夫妻通常争吵不断，有的夫妻甚至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每次吵架都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。尽管如此，两人也安稳地过了一辈子。还有一种夫妻，双方在过去世结下了很深的仇怨，丈夫谋害妻子，妻子谋害丈夫，
或者双方都想谋害对方。像这样的夫妻，用佛学来讲，就是双方都是来抱怨的。面对夫妻之间的恶缘，首先要有抉择的能力和智慧，懂得如何分辨善缘和恶缘。举个例子，比如已经结婚的夫妻，女方的世界中突然出现一个吸引她的男性，让她心神不定，想入非非。此时没有智慧的人沾沾自喜，认为这是一种幸福。然而真正有智慧有抉择力的人会知道，这样的艳遇不是好事，反而会成为一场灾难。准确分辨夫妻之间哪些是善缘，哪些是恶缘，这样就不会将险境当成顺境，将灾难来临前的短暂幸福当作魅力或成功。那么在分清善缘和恶缘后，恶缘应该如何改善呢？善缘又该如何延长呢？一、自尽其意，心念正派。要想改善恶缘，首先要知道恶缘是如何产生的。在佛学上来讲，恶缘是由自己的心念吸引来的。在西方历史中有一个著名的国王，名叫所罗门王，他曾留下一句话：世人啊，你要看护好你的心，你一生的善恶和福乐、灾祸都是心吸引来的。佛学中讲，心想事成，一个人的心念有多大，实践他的力量就有多大。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艳遇？用佛学来讲，一定是他脑子中升起了对艳遇的向往、憧憬、渴望，然后在生活中才有可能有艳遇。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曾说：灭山中贼易，灭心中贼难。一个人若能将心中的恶念斩断，生活中通常很少遇到恶缘，即使遇到也有能力将它识破。所以一个人若想改善恶缘，首先要自尽其意，心念正派。二、反省自身，坦然接受。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，有一对夫妻，由于妻子性格古怪，和谁都相处不好，因此常被丈夫不喜，夫妻关系很紧张。妻子也知道丈夫不喜欢自己的原因，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有一天，正准备出门的妻子遇到了一位女禅师，便上前询问如何缓解夫妻矛盾。禅师想了想说，能成为夫妻的两人，无非是来报恩或者抱怨的。如果是来报恩的夫妻，必定和睦恩爱，甜蜜如丝；若是来抱怨的夫妻，必定争吵不断，互相折磨。你们夫妻二人不和，必定是前世结下了恶缘。若想改善，今生就带着忏悔的心善待丈夫，孝敬公婆，如此必能化解恩怨。过后，妻子按照禅师的话去做，果然夫妻关系越来越和睦了。恶缘的出现并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当夫妻之间出现恶缘时，不要推卸责任，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进行改善，
才是最佳的选择。3. 珍惜爱人，守护婚姻。茫茫人海中，两人能相遇、相爱并结婚夫妻，就是莫大的机缘。对自己的爱人，对自己的承诺以及选择一定要珍惜。曾经看过一个故事，在快下课时，一位教授说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，谁愿意上台来？一个女孩子走上了讲台，教授说，你将今生中最难割舍的20组人名写在黑板上。女生依言照做，她写了很多人，包括父母、孩子、丈夫、朋友、同学、邻居等等。她写完后，教授说，请划掉你认为当中最不重要的人。女生拿起笔将邻居划掉了，教授又说，在剩下的这些人中，将你认为最不重要的人再划掉。一次下去，最终黑板上只剩下父母、孩子、丈夫3组人名。教授又说，剩下的3组中再划掉一个。女生沉默了一会儿，划掉了父母。教授接着又说，剩下的2个中再划掉一个。女生纠结了很久，抬手划掉了儿子。看到这个结果，教授问道，和你最亲近的应该是生你养你的父母和你生养的孩子，为什么最后却剩下了丈夫呢？女生说，父母中有老去离开我的那天，孩子长大后也会有自己的家庭，唯有丈夫会陪伴我一生。走入婚姻中的双方，相处久了就没有曾经的爱慕和激情了，但是又多了责任和亲情。所以当夫妻之间出现恶缘或者感情变淡时，一定要升起珍惜，承担起责任和承诺。你要明白，一切有缘众生都是来了缘的。菩萨的慈悲心不单单是对其他众生，更是对离你最近的人，一生都要彼此善待，让身边人开心了，亲密关系顺畅了，你就是在做佛了。你对我是爱恋，我对你是敬仰。夫妻是最深的修行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。同时，佛教的4摄法是修菩萨行者度人的4种方法，也是夫妻相处最好的方式。把你最好的给对方，真心欣赏对方的一言一行，让对方能接纳你的爱，时时行起一颗感恩惜缘的心，将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限欢喜。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，对阳光，对美，对你爱的人。夫妻结合有身心灵3个层次。楞严经说，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以是因缘。经百千解，常在缠缚。理想的夫妻是身体相合，心理依靠，灵性成就，由性而情，由情而爱。世界泛滥的不是爱，是欲望。夫妻之间有一条能量带相连结，2个人不论相隔多远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能量场。爱、怨恨、情绪、家族业力、
都在其中传递。家庭的运气是夫妻能量场的结果，爱和感恩可以解除夫妻间所有的负面能量。爱必须始于爱，唯有爱能疗愈彼此的心。家和万事兴，内心宁静，夫妻的能量等级就高，身体和事业才会越来越好。能量场越纯净，就越能吸引到更好的东西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夫妻包容越多，幸福越多。娑婆世界，人生很少是圆满的。许多家庭最大的问题，不是在试着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而是在争谁对谁错，总是以为指责和争吵能解决问题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夫妻之间并不是真的生气，而是因为失望或担心，是觉得自己没有被足够重视，其实就是没有安全感和缺失爱的缘故。以感恩心还旧债，不要怨天恨地，还没消融前世的果缘，又把今生的苦因加上去了。人因缘而聚，因情而暖，因不珍惜而散。想一想，是谁看穿你微笑背后的忧伤？是谁记得你当年最深情的面孔？是谁懂你劳累忙碌背后的坚韧？是谁看明白你愤怒底下的爱意？相遇时多珍惜，相别时请善待。夫妻是最深的修行，家是最好的道场。成为夫妻，是要透过你来解决累世的纠缠。有的人天生是来与你并肩的，有的人天生是来与你面对的。有助缘，行云流水，如同良师益友；有逆缘，诸多烦恼，痛苦不堪，成为你最艰苦的人生功课与挑战。生活本不苦，苦的是欲望过多。夫妻的真谛，爱并给对方空间，放下你的执着。执着不是爱，执着是对失去的恐惧。你要明白，对方是独立的，并不属于你，只是借由与你结缘而来学习亲密关系的。红尘之中，唯有信，唯有爱，可以支持生命前行。你给予的愈多，生命就长得愈好。爱是经由心而发，生命之间的能量流动。爱的唯一目标就是心灵的成长。世上最美的爱，是生命与生命的契合，是灵魂对灵魂的仰望。用爱在岁月中修行，把全部的爱放到一个人身上，因一个人的爱而爱整个的宇宙。以慈悲入心，用心去爱人，美好而心安。一切因缘而起，因念而生。看透了红尘轮回，却依然深爱着这个婆娑世界。每一个生命总会因另外一个人而丰盈，倾尽一生的悲喜，只是为了遇见这样一个人。那么善缘如何延长呢？古人说，喜结良缘。每对走入婚姻的男女，无不希望美满幸福。当夫妻之间是善缘时，也一定要懂得将善缘延长，因为善缘是过去世结下的，
今生若不懂得利用智慧将其延长，那么善缘也有用尽的时候。一、升起珍惜，用心呵护善缘。婚姻中的配偶都是每个人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人，一定要从内心升起珍惜、爱护的心念。在佛学经典《善生经》中，佛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就给予过指导。好的婚姻生活，丈夫需要对妻子做到5件事，妻子也需要对丈夫做到5件事。其中，无论是丈夫对妻子，还是妻子对丈夫，首先都要从内心深处敬爱对方，珍惜对方。所以延长夫妻善缘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升起珍惜，用心呵护对方。二、用心了解伴侣的需求和欲望。夫妻之间的爱情从哪里来？用佛学来讲，男女之间的爱情属于欲爱，无论是柏拉图式的爱情，还是纯粹的肉欲之爱，亦或者是正常夫妻之间的爱情，其中都含有欲望和需求。所以要想延长夫妻之间的善缘，一定要用心了解伴侣的需求和欲望，并尽力满足对方。三、不要指责、抱怨伴侣。充满心疼和理解的夫妻会让婚姻越来越好，充满指责和抱怨的夫妻只会让婚姻越来越差。所以要想延长夫妻之间的善缘，一定不要指责、抱怨、批评、嫌弃你的伴侣。如果双方善缘本已尽，等到所有债务还清，恶缘化解，双方就会变得客客气气，没什么缘分了。这时再用大量功德求善缘，用作善事加放生，那么大家等于没有了历史债务，翻开了全新的一页，有的只是心结的善缘。婚姻能不美满吗？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珍惜缘分4个字。愿你在善缘中收获幸福，在因果中化解纠缠，开启全新的人生篇章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